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水。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或去日本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常会发现，直接把水龙头打开，就直接可以把水喝到你的肚子里面，而且喝起来非常的清爽。但在台湾，你敢这么做吗？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长辈都有教我们一件事：你的水绝对要喝过，要煮过，才当啉。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今天我们就要用工业历史小故事来告诉你。讲出来或许你会觉得很意外，而且这个问题呢，许多网友也在网络上纷纷的讨论过。但其实呢，在台湾的自来水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自来水的检测呢，其实送验的时候抽出来不合格率其实完全不到1/1000，而有问题的水是什么呢？是你家的水塔或是中间的管路那些东西10几年的常年累积下来的细菌啊，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啊，那才是会让你造成水有问题的原因。好比说好几10年累积下来的老水管，还有你家从来没有洗过的水塔，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原来水塔是要洗的。而在日本呢，他们其实使用的方式呢是直接加压送到你的家里面，所以他们少经过了水塔这一关。而我们台湾的习惯呢，不管是大楼啊还是透天，大家呢还是习惯用水塔的方式。然后中间的管路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虽然现在有规范，但是长久以来，以前呢是没人可管的。不过大家很常拿日本来比较，大家也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滤镜去看它，因为其实在日本，依照统计，有30%的人他们也是不直接生饮水的。大部分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还是会有氯的味道，然后呢，那个氛围感跟气氛感还是不一样。第三种呢，拿来喝茶，其实有些人是很讲究的。所以其实日本那30%的人他不喝呢，主要的原因他也不是因为安全或卫生的问题不喝，而是因为喝起来好不好喝的原因。所以回到台湾呢，你一定想说，那台湾人怎么办呢？台湾人他只能自救，所以呢，大部分的人要么就是水直接把它下滚以后呢，等它冷下来，再来啉。而另外一种呢，就是装各式各样的净水器，还有各式各样的滤芯。在台湾这个市场可大了。按照各个官方公开资料的统计呢，台湾呢，光是净水器的这个东西呢，它每年上看近100亿。所以你只要上网打净水器、滤芯、滤水器，然后你就上百种、上千种任你挑选，甚至你都挑到不知道你到底在挑什么东西，感觉好像家里不装个滤水器就很奇怪一样。而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生意跟这么庞大的市场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有很多的阴谋论，就是我先把台湾的水污染之后，然后呢，我再来装个滤芯，这边倒废弃物可以赚钱，污染的河川水到你家里面来的时候，你又可以同时再赚一个东西啊，商人的阴谋。而同时有很多种说法，就是装了滤芯之后，水喝起来比较好喝，拿来泡咖啡、拿来泡茶，感觉都不一样。我并不是为了卫生安全台湾的水本来就没有问题，我只是呢，因为喝起来的口感要特别好，所以我要加软水，我要加滤芯，我要调整它里面的数值。但其实这门生意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甜蜜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当你选择了一个品牌了之后呢，基本上你就跟那个滤芯是绑定的，也就是说呢，除非你要把整台机器全部换掉。不然从你安装起到你拆掉或搬家的那一刻呢，基本上你就是被那个滤芯的品牌绑定了，你就是会一直用那个滤芯。所以呢，它这个也造成了一个台湾很不错跟一个很大的市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喝水的订阅制。但其实滤水呢跟净水这个东西，我们在前几年也有拍摄过一些工厂给大家看。基本上你要做个滤芯呢，这个制作门槛它也没有这么高，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使用甚至用泥沙、麦饭石矿石你在野地里面你都可以自己做出滤芯来。而更多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呢，就是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品牌，就是一些杂牌买一些自有品牌然后印上去贴自己的牌子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这种东西我们在业界看了很多，但是就是不要挡人财路而工业上的角度的看法呢，跟一般人其实不太一样一般人可能会看它的外形看它是多少价格一个月我要花多少钱1公升的水平均算下来是几块钱。而在工业角度上呢，我们反而会去看说它到底是能够滤掉什么东西，而它能够剩下什么东西，它能够滤到多小的东西，这个反而是重点。好比说活性炭它主要是要除氯改善口感你有时候是看 RO 通常人家讲滤的最细因为它去掉矿物质，所以有时候泡茶喝咖啡感觉又这么少了一点点氛围感。而或者是呢，大家所听到的中空湿膜，它呢其实就可以除菌，然后又可以保留矿物质。而这个东西呢，大部分大家是有看没有懂，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微观世界，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只能用感觉、用听说、看广告，然后去得到你的答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跟你讲一个有趣的工业历史故事了——山林。你一定想说，滤水干山林屁事呢？你说的那个山林就是那个山林没有错，就是我们曾经拍过的山林重工，那个汽车的山林，那个银行的山林，那个原子笔的山林，那个做太空梭的山林，那个冷气的山林，那个大楼的山林，是的，就是那个山林。
而这个山林呢，其实是从2个日本武士的家族当中结合出来的符号。一个呢是创办人岩崎家自己的家纹，而另一个呢是他以前的老板土佐藩藩主山内家的家纹。而至于这个创办人岩崎弥太郎呢，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浪人做到现在这么大呢？我们曾经在那支影片有去拍过，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所以这个山林呢，除了做火箭、做军舰之外呢，今天我要跟你讲跟水有关系的，叫做山林化学。山林化学呢，其实是日本一个最大的化工厂。而为什么会跟绿水有关系呢？这故事就要从墨西哥开始讲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间叫做山林利阳的公司，而它呢就是山林化学的前身。有一天，这个社长他跑到墨西哥去出差的时候，结果呢，他喝了当地的水之后呢，肚子非常的痛，直接拉了3天3夜，在外面吃坏肚子，拉到怀疑人生的感觉。你应该曾经也有经验，没有错，就是这种水土不服，直接被放倒之后，而这个社长脑子里面冒出来的，并不是说我再也不喝墨西哥的水，而是有个念头，是不管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我要怎么样都可以喝到安心的一杯干净的水呢？于是呢，他回到日本之后，就把公司人全部都集合，告诉他全部的社委说：你们给我做出一个可以携带到全世界的净水器。真的是惯老板心态啊！因为肚子太痛了，巴多甜没瘦，少点红台味。没过多久呢，这个全世界的第一台中空湿膜的吸带型净水器就这么做出来的。这个牌子呢就叫真清水。但你一定想说，中空湿膜，你就记得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没有错，你很聪明，它是1960年代美国人发明的。有一间叫做陶氏化学的公司，他们发明出这样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呢，一开始也不是拿来滤水的，是拿来洗肾的。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台湾人蛮需要的？台湾洗肾量很大哦。以后跟你讲，早晚有一天吸带式洗肾机早晚会出现的。主要这个机器呢，是帮助在洗肾的人呢过滤这个血液所使用。而山林利阳呢，也是山林它是之后呢才跳进来的。他们呢其实做代工、做纤维、做材料非常的厉害，就是大家现在所知道，其实山林到现在它是做什么，不管是碳纤维啊、聚丙烯啊，就是各种你想象到什么玻璃纤维、什么阿里亚达一大堆，非常厉害。所以呢，他们就用聚丙烯做出一个细细小小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呢，一根一根看起来很像吸管，管壁上面呢布满就是你几乎肉眼完全看不到的小孔。同样呢是中空湿膜，他们就用自己的配方做出自己的材料。基本上在我心中，山林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材料研发商。而当时山林在做这个膜的时候，因为你在想，在那个年代这种非常高科技的东西，其实通常不会用到市面上。他们这个东西呢是拿来医疗使用。也就是呢，当你肺部不能用的时候，你用在那个人工肺上面，那个人工肺就可以帮助你拿来交换氧气。基本上这个膜的老本行基本上都是拿来救命用的要么洗肾要么拿来换氧气。所以一路时间又回到了1984年，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出生的年纪，才出现了人类的第一台中空湿膜的净水器。这个技术呢，就一路从医疗或尖端产业然后真正进入你的家中，变成家中大家所普遍的家用净水器。滤出来的水呢，不止非常的干净，而且还可以过滤掉细菌。所以呢，在现代的科技我们现在的显微镜做得很好。当你把这个膜呢，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是一根一根的中空的细管，管壁的上面呢，全部都是孔。然后你一定想说这个孔有多小，对不对？如果按照科学的工程数字呢，你可以把它讲叫0.1微米。头发呢大概是70微米，而这个洞呢是0.1微米。但讲到这边，你一定在想说，所以这个中空湿膜看起来如此高科技的东西，它的滤水器和它的净水器，或者是它的滤水壶到底长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长这样，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很像是在大创可以买的东西？大创能买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创有没有卖啦。没有买，没有滤芯的，就是你在想是那个，就是这个冷水壶的那种感觉，对，造型这个造型。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里面是中空湿膜。而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在做山林重工跟山林化学就我们在研究它的化学材料。然后山林化学材料它会有很多的那个资料表，就是可以让你去查。然后如果你是曾经看过我们影片的观众，那你一定会知道，就是山林重工，它就在做那种火箭军舰就是你各种买不到的军事用品。你唯一买得到山林重工的东西，就是山林重工的冷气。然后山林化学呢，你唯一买得到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可淋水。就是你想说一个世界超大的化学公司，然后它唯一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中空湿膜，就这样子，的这个，就这个，就是这个。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常常旅居在外的人，那你应该也对这种重力式过滤的水壶应该也不陌生。
但是呢，跟你一般常用的那个重力式过滤的水壶呢，其实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原理。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怀疑，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在外面看到很多净水器、滤水器啊，然后一个都要动辄就是好几万，然后甚至什么还有加顺热，然后自动供水啊，然后怎样怎样，然后说你确定这个东西这样子水倒进去就可以喝吗？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我花好几万块，然后在里面装那个滤水器的人刚刚被吸了。智商税。对，都是但我跟你讲，它这个完全是用一个物理过滤法，也就是说，你从工业的孔隙里面去看到，如果它是0.1微米的这个大小，那基本上就是脏东西跟细菌是过不去的。你知道细菌的大小多大吗？0.5或到5微米。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啊，你家是不是有洗手台？你家洗手台里面是不是有个洞？啊，你过得去吗？看情况啊，过不去吧？搅烂之后过去。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打烂之后，你还有杀伤力吗？没有嘛。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概念。其实所有市面上的什么滤芯啊、滤材啊或者什么，大概其实都是用这种就是物理性水过去，然后压力过去，然后这个概念。那当然重力式的，它的确过滤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就是它没有推力嘛，它没有水压嘛，让你挤过去嘛。它就是只有水放上去之后，然后地心引力然后慢慢下沉那样子。但是你不要想说它就这样子白白的一根，就是它全部里面都是只有那个湿膜，它其实里面还是有活性炭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喝水还是要感觉让它好喝，然后你要除掉这个氯的味道。同时，如果你要让它好喝又干净，又可以让你带到全世界各地。如果你要去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度啊出差，好像我们之前去印度，谁没拉？就我没拉。因为你有一个妙招啊，但是我的那个偏方也不是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用到，可能去印度抿一口就落腮。对，就是我是抿一口之后可以水土保持，然后大家是抿一口之后直接落腮。但是你如果有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要带家人啊、老人家啊，或者是一般就是年纪比较小啊、抵抗力比较弱，或者刚好你在生病的时候，你要轻轻的一口水就可以让你直接中病。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想说三磷化学，做这个膜到底可以干什么？你还可以洗肾，可以用在肺上面，然后同时可以杀菌，同时呢又可以把那些细菌杂质，然后把它滤掉，你可以喝到干净的水。所以回到当年那个社长这个墨西哥事件，就再也不会发生。所以其实一路到现在，我觉得除非台湾整个自来水厂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台湾对于使用水塔的形式，到后面现在的水的管路跟管线呢，然后全部都是达到就是可以直接生饮的等级。不然回到我个人还是奉劝大家，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品牌，你喝水是一定要过滤或者是让它煮沸的。而回到现在科技的进步嘛，所以再也不是1980年代，你同时呢可以让水变得很干净，还可以让它变得很好喝。不过呢，大家会想，干净跟好喝之间呢，你可以再也不用去2选1，你可以同时达到，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一根小棒棒，然后你就可以帮你滤掉非常多的水。不过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它一定就是说，那我跟我直接买水，就是我一根滤芯，其实很多滤芯都滤材卖得非常贵嘛，坦白说也不便宜。它到底能够滤到多少水？然后这个水要滤到多少之后，它还是干净的嘞？那我不如一桶一桶的去买那个矿泉水，然后搬回家来，这样就换算了，说不定还没有比较贵。但这个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个别的杂白呀了，我是不敢说。但是这种三磷化学，这种就是你只要出了假资料，感觉会出事的公司，它一支的滤芯呢，按照日本人的换算呢，可以过滤200公升的水，也就是相当于那个大桶2公升的矿泉水100桶，相当于少扛200公斤。材料科学省的嘞，不只是你的麻烦之外，还有很多保特瓶要回收的问题，省力又少占家里面的坪数，矿泉水堆在那边也是很多的，很可怕。200公升看你怎么喝啦，就是一般人大概，我觉得按照我这个人肉的计算，大概是3个月吧。如果每天泡茶，当泡茶师在泡的话，那可能就快一点。那你如果就是很少喝水，那你就要注意身体，要多喝水。这个每天人建议就是还是要喝到就是那个2公升以上到4公升的水量，那才能够保持你的身体跟肌肉的健康。所以说这一集呢，我原本想要查那个三磷化学，就要查一些他们材料的什么拉力啊，或者就材料一些工业上我们供应链要使用的东西，然后找一找之后发现，三磷化学，竟然跟这个滤水是有关联，所以我请同事去买了一支这个你唯一买得到三磷化学的民生用品，跟大家分享。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世界上有趣的工业冷知识啊。那还有什么样的工业品牌，或者是还有什么样很大的公司，然后它有卖一些什么很奇葩、很奇特的产品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跟大家分享，去增加一些工业冷知识。
然后最后呢，老规矩就是，如果你对这一类有趣的工业产品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在资讯栏上面去看到它的详细介绍，还有它的购买资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就是在家里面就是租屋族啊，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啊，你想要喝一些干净的水，或者是你要出国要携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30化学基本上是一个就是跟很多贴牌的杂牌子比起来，我觉得这肯定是有信任度的。或者是呢，你要自己上网购买，你可能找30化学，你可能找不到，你可以找可淋水，谐音梗呢，可淋水，可以喝水。好了，以上就是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我跟你说哦，大家不要看这个东西，它使用的方法跟一般人想的是不一样的哦。我害怕大家没有想清楚，回去乱用之后，然后又怪我。你知道这东西怎么用吗？就这样子，有没有？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你一开始想说装上面，对不对？没有，一开始使用你要先装下面。为什么要装下面呢？因为要开机。醒就对了。醒，这个要醒膜。醒膜，让它先等个20分钟，等个20分钟之后嘞，再把这个水倒掉。我先假装了20分钟，把水倒掉。好，倒掉之后嘞，然后嘞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装上面，这样子2次，让它先洗了2次，2次之后下面滤水完之后嘞，把下面的水倒掉，这样子，把它倒掉2次之后嘞，第3次你就可以直接喝了。但是呢，还是温馨小提醒，不管是多厉害的公司，多厉害的技术，滤芯时间到了，你该换就是要把它换掉，不然还是没有用的，而且甚至可能会更脏。我跟你讲，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水直接放进去可以喝。你的尿吗？没有，当然不建议大家这样喝啦。但是如果真的战争真的什么样有必要的时候，还是你不要直接喝。可乐放进去，我跟你讲，出来要变什么吗？不会变干净啊，它还是会有可乐味。煤气的可乐，没有细菌的可乐，干净的可乐。可伶可乐，可伶可乐，可伶可乐，可伶可乐。它这个可乐东西不行哦，还是会咖啡色的。我觉得有可能是水哦。我们再拍一个短片。